高情商的说话方式是指在沟通和交流中，以一种聪明、敏感和情感智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。以下是一些高情商的说话方式的详细描述。倾听并表达共情。高情商的人重视倾听他人的观点和感受，而不只是自己的。他们使用积压的非言语信号，如神接触、微笑和幽默的语言，来表达对对方的关注和兴趣。他们会积极回应他们的情感，并表现出共情，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使用积极的语言。高情商的人擅长用积极、鼓舞人心的语言来影响他们。他们会用确定的道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，鼓励他们，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。他们避免使用批评性或消极的语言，也是着重解决问题和取得进展的方法。简单清洁了的表达。高情商的人懂得如何用简单清洁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，而是通过精炼的语言传达关键信息。他们善于用简单、清澈的词来表达复杂的概念，以确保对方足够理解并涉及到对话中。提出问题和回答技巧。高情商的人善于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，以方便更好地理解针对方面的观点和意图。他们运用开放性的问题来促进深入的对话，并展示出对对方的兴趣。同时，他们也善于回答问题，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提供有用的信息，避免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的回答。掌握情绪调节。高情商的人懂得如何在表现自己的同时，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。他们不会被情绪主导，而是以冷静和理性的状态来表达观点和意见。他们避免使用攻击性或威吓性的语言，而是以合作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他人进行交流。尊重和包容。高情商的人尊重他们的观点和意向，即使他们不一样于自己。他们避免无批判性的言论或争吵，而且是包含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观点。他们鼓动开放的讨论和不一致意见的交流，以促使更深入的理解和合作。综上所述，高情商的话语权包括倾听并表达共情，使用积极的语言，简洁明了的表达，提出问题和回复技巧，掌握情绪调控以及尊重和包容他人。这些技巧帮助高情商的人在交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增强理解力和合作能力，并促进有效的沟通。倾听并表达共情是高情商的话语中的重要方面。它强烈调节了对他人的关注、理解和共鸣。以下是对倾听并表达共情的详细介绍描述。给予专注和注意力。当与人交谈时，高情商的人会全身心投入，并给予对方充分的专注和注意力。他们会保持眼睛接触，用泄体语言和非语言信号传达到对方的注意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向着对方传递出你是重要的，我在乎你的信息。听取别人的观点和感受。倾听不只是听到对方说话，而且是真正正确理解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和感受。高情商的人会尽最大努力排除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以方便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情绪。他们会给对方表现出自己的空间，而不是打断或插话。使用确定性回响和鼓动。当对方表现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时，高情商的人会给予确定性的回响和鼓动。他们会使用肯定的道歉，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你的观点很有价值等，来表达对对方的理解和赞扬。
这种积极的反馈可以让对方感到被尊崇和接纳，建立起更好的沟渠通气围。反应和试验证明对方的情绪。高情商的人会反证和试验证明对方所表达的情绪，他们会用语言和体语来表达对方的情绪，比如说我能感受到你的兴奋，我理解你的失望等。这种反应和试验可以帮助对方向的理解和认同，加深双方的情绪连接。提出开放性问题以深入理解。高情商的人善于提出开放性问题，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。开放性问题不仅仅是可以促进对话的深入，还可以展示对方的兴趣和关注。高情商的人会借用这些问题，鼓动对方更多地分享和表现自己，从而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。通过倾听并表示达共情，高情商的人足以建立起信任和共鸣，增强彼此间的理解和关系。他们通过关注和理解他人，创造了一个安全和支持性的沟通环境，使双方都能够充分开放交通和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这种积极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建立更健康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使用积极的语言是高情商的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强烈调节了用鼓舞人心、积极上的道歉来影响别人。以下是对使用积极的语言的详细描述。肯定和赞美。高情商的人善于用肯定性的人来表达对他们的赞扬和认可，他们会注意到他们的优点和成就，并用鼓励和赞美的语言来表示达方的价值。这种积极的反馈可以提拔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，激发他们更多的参与和努力。建设性反应。高情商的人在提供反应时，会采用建设性的语言，他们会注意问题的解决和下一步的方向，而不是强烈调整错误或不足之处。他们会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指导，帮助他们改善和成长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能够在激励他们的同时，维护积极的沟通空气。鼓励和支持。高情商的人会用鼓励和支持的语言来激发他们的动力和自信，他们会表现出对他们能力和潜力的信任，鼓励他们追寻目标并陷入困境。他们会用激励制的言论激怒发他人的积极性，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克服挑战并取得成功。积极陈述和思维。高情商的人倾向于使用积极的陈述和思维方式，他们会注意问题和困难转为机会和挑战。我们会用积极的语言来描述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强大的可能的成功和成功。通过积极的陈述和思维，他们能够激发自己和他们的积极能量，推动现实目标，避免消极语言和批评。高情商的人会避免使用消极和负面的语言，他们明白消极的指责和批评的言辞可能伤害别人的情绪感和自尊心。相反，他们会选择鼓动性和支持性的语言，以建立积极的通道和关系。通过使用积极的语言，高情商的人足以营建积极向上的沟通气圈，激发他人的积极性和动力，并加强合作和团队的效率能。这种积极的语言运用有利于建立信任，提升情绪状态，并创造更好的人际关系。简洁明了的表达是高情商的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它强调了以简洁、清澈的方式传达到自己的想法，确保对方能足够准确理解。以下是对简单清洁了的表达的详细描述。清澈而简洁的语言。高情商的人善于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，他们会避免使用鸣长、哒哒的句子，
而选择简单明了的词和短词来传达关键信息。通过清澈而简洁的语言，他们能够确保对方能够快速理解他们的意思。结构化的表现，高情商的人会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想法。他们会首先概括要点，然后逐步展开说明，会随顺，并使用明确的句子和过渡词，使听众能够更多容易地跟随他们的思路。这种结构化的表现方式有助于减少混乱和错误理解，使沟通更加清晰。简化复杂概念，高情商的人整理常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复杂的概念。他们会选择容易理解的词汇和比喻，以便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实体、易于理解的形式。他们会避免使用过多的专业技术语言或技术性的语言，而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，使用适当的语言速度和音量。高情商的人会注意自己的语言速度和音量，以确保清澈地播达信息。他们会适当地放慢语言速度，避免讲话过快而导致听众难跟上。同时，他们也会注意音量的调音节，不过分低沉或尖锐，以保持语言的清晰度和可听性。重点突出和总结，高情商的人会使用强调和总结的技巧来突出重要信息。他们会用语言调的变化、重新关键词汇或归纳总结的方式，将重要的观点和信息凸显出来。这有帮助于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并记住他们想要传达的核心内容。通过简单清洁表明了的表达，高情商的人足以保证沟通的有效性和准确性。他们的清澈表达有助于避免错误解释和混淆，促进更多好的理解和合作，同时节省时间和精神。提问和回答技巧是高情商的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涵盖了提问和回答时的技巧和策略，以促进有效的沟通和理解。以下是对提问和回答技巧的详细描述。提问技巧：开放性问题。高情商的人善于提出开放性问题，鼓励他详细描述陈达观点。这种问题通常以什么、如何、为什么那么等开放性词语开头，有助于激发对方的思考和自由表达。倾听和追问，高情商的人会仔细倾诉对方的回答，并适时提出追问，从而一步步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并深入探讨。他们会通过追问来引导对话，推动对思考并分享更多信息。回复技巧：简单明了。高情商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会尽量简单明了，将关键信息准确传达到己方。他们会避免啰啰嗦嗦，直说结了当地回答问题，以约时间并保持对话的情度，表达观点和理由。回答问题时，高情商的人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并提供支持该观点的理由和证据。他们会使用递归和事情来支持自己的回答，以增加回答的可信度和说服力。尊重和包容。高情商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会尊重他们的观点，并展示包容和理解的状态，即使他们与对方的意思不一致。他们也会以友善和尊贵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观点，避免争吵或冲突的产物。相互学习和分享，共享体验和洞察。高情商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会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洞察，以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。他们愿意与他人分享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，并鼓励对方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理解。探索不确定性。当面对不确定的问题时，高情商的人会以开放和探索的心态回答，
他们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，并鼓奋劲地探索和学习，以求更准确的回答。通过运用提问和回答技巧，高情商的人足够有效地引导对话，增强理智和合作能力，并建立良好的沟通气圈。技巧的运用有助于提高思维维的深度和广度，促进交互学习和成长。掌握情绪调控是高情商的说话术中的重要方面，它涉及到在沟通中有效管理和表达情绪，以确保沟通的积极性和有效性。以下是对掌握情绪调控的详细描述。自我意识。高情商的人具备较高的自我意识，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并理解其影响。他们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，并学会适时停下来，深呼吸，以便在沟通中保持冷静和理智。情绪管理。高情商的人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以避免情绪冲动对沟通产生负面影响。他们会运用各种情绪调节技巧，如深呼吸、放松练习或寻找适当的情绪发泄方式，以保持情绪稳定和平衡。积极表达。高情商的人会选择积极的情绪表达方式，以保持和谐的沟通氛围。他们会学会用文明、友善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，避免使用攻击性或冲动的言辞。他们会通过肯定性的表达方式传递积极的情感和态度，以促进积极的互动。听取他人情绪。高情商的人不仅会关注自己的情绪，也会留意他人的情绪反应。他们会倾听和观察他人的情绪信号，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要。这样的敏感性使他们能够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，更好地与他人连接和共情。解决冲突。高情商的人懂得在冲突或争议中保持冷静，并运用情绪调控技巧来解决问题。他们会采用合作的态度，尝试寻找共同的利益，并用理性和冷静的语言进行讨论。他们会尊重他人的观点，并寻求共识和妥协，以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通过掌握情绪调控，高情商的人能够在沟通中更好地管理和表达情绪，促进积极的互动和理解。他们能够建立情绪稳定、和谐的沟通环境，并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。尊重和包容是高情商的说话术中的关键要素，它涵盖了对他人的尊重、接纳和理解，以促进和谐的沟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以下是对尊重和包容的详细描述。尊重多样性。高情商的人尊重不同的观点、价值观和文化背景。他们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信仰，并愿意倾听和尊重这些差异。他们会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，避免歧视或偏见。倾听和理解。高情商的人擅长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感受，并努力理解他们的观点。他们会给予他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不中断或打断对方。他们会积极倾听，并通过提问和反馈来确保对方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，避免批评和指责。高情商的人明白批评和指责会破坏沟通和关系，因此他们会避免使用指责性的语言和负面的评价。相反，他们会选择建设性的反馈和鼓励，以帮助他人成长和改进。接纳情感和需求。高情商的人愿意接纳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他们会尊重他人的感受，并努力理解他们的需求。他们会给予他人情感支持，提供安全的空间来表达情感，并尝试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。尊重个人边界。
高情商的人尊重他人的个人边界和隐私，他们不会侵犯他人的私人空间或过度干涉他人的生活，他们会尊重他人的决定和自主权，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自由。通过尊重和包容，高情商的人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增加彼此的信任和互动。他们能够创造一个安全和包容的沟通环境，让每个人都感到被尊重、被接纳和被重视。这种尊重和包容的态度有助于加强人际关系的连结，促进合作和共同成长。